大家好，我是雨飞，欢迎来到烟火朝夕。要说哪口锅最让人省心，10个人里9个会脱口而出不锈钢。银光锃亮，不掉涂层，不怕生锈，抗摔耐磨，好像天生就是厨房里的劳模。所以咱们家家户户就算啥花哨的锅都没有，灶台上也至少摆着一只不锈钢的汤锅或者蒸锅，每天拿它煲粥炖汤。烧水心里踏踏实实，可雨飞今天要打破这份安心。麻烦你现在就走进厨房，拿起那只你天天在用的不锈钢锅，翻过来对着灯光仔细盯一眼锅底内壁，你看到了什么？是不是有一圈圈一片片蓝紫交杂的色斑，像雨后的彩虹贴在锅底？再摸一摸边角，有没有针尖大小的黑色凹坑？如果有，雨飞必须用最认真的态度告诉你，这口锅此刻正在一滴一滴的把重金属喂进你全家人的饭菜里。这句话不是为了吓唬谁，而是有真实依据的。前阵子我肠胃闹毛病，去医院做检查，碰巧遇上一位专攻重金属代谢的内科老友。候诊的时候随口聊了几句，他说了一件事儿，让我后背发凉。他说这几年门诊里不明原因的神经紊乱、反复皮肤过敏，甚至中年人记忆力断崖式下滑的病例越来越多，追根溯源，相当一部分跟家里那口锅脱不了干系。他反复强调了一个关键词：猛超标。最可怕的是，这种伤害不是1天2天能察觉的，它藏在日复一日的3餐里，悄无声息的累积。他还特别叮嘱我，老人和孩子是头号高危人群，一个神经系统在走下坡路，一个还没发育完全都经不起折腾。听到这儿，你可能心里已经慌了，不锈钢不是号称不生锈吗？怎么还能放毒？那彩虹纹到底是个啥？以后还敢不敢用锅了？别急，你先把心放回肚子里。今天雨飞就拿那位医生朋友给我的避坑清单，加上查到的权威资料，一次性给你掰扯得明明白白。咱们不贩卖焦虑，只教你分辨，教你用对。这条内容跟全家老小的健康直接挂钩，尤其家里有老人小孩的，拜托你一定耐心看到最后。好，先来拆解不锈钢的真面目。很多人以为不锈钢就是一块不会生锈的铁，其实完全不是。它是一支合金战队，铁是主力，但光靠铁扛不住氧化，所以科学家往里头掺了铬能在表面撑起一层隐形的防护罩，把锈挡在外面。为了让这层罩子更结实，光泽更漂亮，还会再拉一个队友进来，镍。铁、铬、镍这仨就是正规不锈钢的铁三角，缺一不可。问题出在哪儿呢？镍贵啊，一吨镍的价格摆在那儿，有些厂家心疼成本，就动了歪心思，把镍的比例砍掉大半，甚至直接踢出局，然后用白菜价的锰来顶替，这就埋下了天大的隐患。这种靠锰撑场子的不锈钢，业内归到200系列，常见的型号是201、202，而真正被允许接触食物的安全材质是300系列，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304和316。锰本身确实是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，但需求量极其微小。一旦你长期拿高锰钢锅具做饭，尤其是加热炖煮酸味重的菜肴时，锰会变得非常不安分，大量从锅壁上跑出来，混进汤汁，混进粥水。锰这种重金属进了身体，专门往神经系统上招呼。早期症状是记忆力变差，反应变慢，整个人没精打采，往严重了发展，手抖，步态不稳，跟帕金森的表现几乎一模一样。对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来说，可能影响大脑发育；对本身神经退化的老人来说，更是雪上加霜。那怎么判断自己家的锅安不安全呢？接下来教你认2个危险信号，记住了就够用。第一个信号，彩虹纹。锅底出现蓝一块紫一块的斑纹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完了，重金属泄漏了。先别下结论。从原理上讲，彩虹纹本身不是重金属，它是水里的矿物质或者锅表面的氧化层，在高温下折射光线产生的色彩，跟肥皂泡上的光晕是一个道理。
但是宇飞要画一个大大的重点，彩虹纹虽然没毒，它背后暗示的问题却不能忽视。第一，说明这口锅的抗氧化能力正在下降，品质过硬的304、316缸非常稳定，正常使用很难出现大面积洗不掉的变色。如果你的锅才用了没几回，随便烧壶水就满锅彩虹，擦也擦不干净，十有八九是材质纯度不够，杂质偏多。第二，说明你的烹饪方式可能正在啃噬锅体的防护层。彩虹纹就是防护膜松动变薄的前兆。一旦这层膜彻底碎裂，里面的铬、镍、锰就像绝了滴的水，毫无阻拦的涌进食物。所以看见彩虹纹不必立刻扔锅，但必须马上清理。如果清理完没多久又反复出现，而且锅底还伴随着发黑发暗，那就别心疼了。这口锅的安全寿命已经走到头了，果断换掉。第二个信号比彩虹纹凶险得多，锅底的麻坑。洗锅的时候用手指摸一圈，如果锅底不再丝滑，能摸到一粒粒细小的凹坑，或者肉眼可见洗不掉的黑色锈点。宇飞要用最严肃的语气跟你说，这口锅今天就扔，1秒都别多留。这种现象专业术语叫点蚀，意思是不锈钢的表面结构已经被腐蚀穿透了，那些小坑就是一个个敞开的伤口，重金属从伤口处往外跑的速度是完好表面的几百倍，而且坑洼处极易藏污纳垢，滋生细菌，继续拿它煮饭等于端起一碗金属汤往嘴里灌。了解了信号，咱们再来挖一挖根源。除了一开始就买到了劣质货，日常3个要命的坏习惯同样会把一口好锅亲手毁成毒锅。第一个致命习惯，冷水加盐。煮面条、下饺子，好多人习惯水还没响就先把盐撒进去，大错特错。食盐的学名叫氯化钠，盐粒沉到冷水锅底，还没化开的时候，高浓度的氯离子会扎堆聚集在一小片区域。氯离子是不锈钢的头号克星，能以极快的速度咬穿保护膜，直接造成点蚀。正确做法只有一条，水沸腾之后再下盐，顺手搅2圈，让它迅速化匀。第二个致命习惯，拿不锈钢锅当保鲜盒，炖了一大锅酸菜鱼，吃不完盖上盖子往冰箱一塞，明天继续，这太危险了。酸性物质就像一把钻配钥匙，能精准打开不锈钢锁住重金属的那扇门。泡的时间越久，铬和镍往食物里跑得越多。所以不锈钢只管烹饪，不管储存。做完饭吃不完，赶紧盛出来，倒进玻璃碗或者陶瓷盆里，再放冰箱。第三个致命习惯，钢丝球暴力开刷。看到彩虹纹或者油渍，很多人抄起钢丝球一顿猛擦，有的还泡上漂白水、苏打粉，这等于给锅做了一次毁容手术。钢丝球会把保护层刮出密密麻麻的划痕，强碱性洗涤剂会从划痕里钻进去腐蚀基体金属，保护层一旦千疮百孔，里面的合金元素就全暴露了。正确的清洁工具是柔软的百洁布，配合中性洗洁精，轻轻擦拭就好。好，踩完雷区，接下来是纯干货，3条选购铁律，帮你花最少的冤枉钱买到最安全的锅。第一条，认准锅底钢印。逛超市也好，刷网店也罢，别光被锃亮的外壳迷了眼，更别只听销售那句咱家的是不锈钢。把锅翻过来，盯紧锅底或者包装上的标签，找到这几个数字304或者316。304是国际公认的食品级标准，耐腐蚀，析出风险极低，是家庭日常的安全底线。316比304再高一个级别，属于医用级，多加了钋元素，抗酸碱能力更强，价格自然也贵一截。预算宽裕就直接上316。日常够用选304完全没问题。如果你翻遍锅底只看到201、202，或者压根儿没有任何型号标注，只印着高级不锈钢、精品不锈钢这类含糊字眼，听宇飞一句劝，放下它，扭头就走。
另外补充一个小知识，有些进口锅会标18%或者18%，前面的数字代表铬含量百分比，后面代表镍含量百分比。18%基本等同于304，18%基本等同于316。看到这2种标法也可以放心入手。第2条，别迷信磁铁验货。网上流传一招，说带块磁铁去卖场，吸得住就是假货，吸不住才是好钢。宇飞要泼一盆冷水，这招不靠谱。正规的300系列不锈钢在冲压成型的过程中，内部晶体结构会发生变化，照样能被磁铁轻微吸住。反过来，有些劣质200系列钢天生弱磁甚至无磁，拿磁铁当裁判，10次里能判错3、4次。咱们还是老老实实看钢印、看检测报告最踏实。第3条，价格和手感不会撒谎。304和316里面含着真金白银的镍和锰，原料成本就摆在那儿。如果一口大号汤锅只卖10几20块，还敢标304，大概率是虚标的。好钢用料厚实，拿在手上沉甸甸的，敲一敲声音低沉浑厚；劣质锅轻飘飘，壁薄如纸，敲起来叮叮脆响，一颠就露馅儿。学完选购，再送大家一个居家小妙招。如果你家是正经304或316的锅，只是出现了浅浅的彩虹纹，看着碍眼，处理起来特别简单，拿一块柔软的百洁布，倒上家家户户都有的白醋，在彩虹纹的位置轻轻打圈擦拭，再用清水一冲，你会发现那片花花绿绿瞬间消失。锅底重新亮的能照人，原理也很简单。彩虹纹的成分偏碱性或者是氧化物，白醋是酸性的，酸碱一中和，干干净净。这招既安全又省钱，还能顺带给锅做一次温和的杀菌，一举3得。最后，宇飞想跟大家算一笔账。厨房是一个家的心脏，锅具就是给全家输送营养的血管。一口靠谱的好锅可能比劣质货贵上几十甚至几百块，听着心疼。但你把这个钱摊到每天3顿饭，1年365天里去算，每天多花的钱连1毛都不到。用不到1毛钱，换全家人远离重金属侵害，换孩子的大脑安全发育，换父母的神经系统少受一份威胁。这笔买卖怎么看都划算。从今天开始，别再无视那抹彩虹纹，别再冷水扔盐，钢丝球硬刷，也别再把剩菜焖在不锈钢锅里过夜了。赶紧回厨房翻一翻你家的锅，该清洗的清洗，该淘汰的淘汰，别让省下的那几十块钱变成日后花不完的医药费。希望宇飞今天这期内容能帮你给自家厨房真正装上一道安全锁。如果你觉得有用，拜托帮我点一个赞，这对我真的非常重要。更希望你随手转发到家族群、朋友圈，让爸妈、兄弟姐妹都看一看，别让身边最亲的人继续踩坑。评论区也欢迎你来聊聊。回去翻了锅底，你家是304还是201？有没有发现彩虹纹或者小黑坑？把你的发现打在下面，咱们一块交流。我是宇飞，专注替你挖出生活里藏着的健康真相。我们下期再见。